2021年，湖南一母亲为了索要100万赡养费，当众咒儿子活不过30岁。2021年的湖南街头，一位妇女在某市场内四处展示自己怀里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黑心老板，母亲重病不赡养”的字样。起初，围观群众们还十分可怜她，可随后听到女子嘴里骂骂咧咧的诅咒儿子早点死，活不到30，望你死这些字样，也不禁皱起了眉毛。都是血缘至亲，有话好好说，怎么能张口闭口都是这么恶毒的话呢？他与儿子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以至于出现母子两人水火不容的局面呢？2022年，一档民生节目接到了来自湖南的求助，求助人名叫吴丽，声称自己生育2个子女，儿子是电器城的大老板，年入100万，女儿是人民教师，可如今却无一人愿意赡养她。这样违背道德的事情引起了节目组的关注，很快就有记者来到吴丽家中采访。面对镜头，吴丽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自己生活的凄苦，全身上下仅有15元钱，为了省钱，一天只能吃1顿饭。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，吴丽还非常详细地展示了家里破洞后打补丁继续使用的塑料桶，捡来充当柜门的破布头，合不上门的冰箱。似乎在吴丽家中的每个物品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，而这些故事指向一个事实吴丽的确是个生活贫困、无人照料的老人。随后，吴丽眼含热泪地说起了儿子的奢侈生活，并再三表示，自从去年8月份后，自己就没有收到任何赡养费，如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已然要活不下去了。的确，谁能想到一个大老板、教师的母亲会在贫困线以下苦苦挣扎呢？在吴丽的带领下，记者见到了女儿王文文。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，王文文的表现却有些出乎意料。本以为做了这样的亏心事，王文文面对家丑外扬总会有些躲避，可她在面对镜头时的委屈并不比吴丽少。听到记者询问为何不给吴丽赡养费时，王文文情绪直接表示，去年8月她转给了母亲10万元。可听到王文文说的10万元，吴丽却十分斩钉截铁地说，自己不知道什么10万元，更没有收到过这笔钱，一切都是无稽之谈。看着拒不承认的吴丽，王文文也向记者诉说起了他们兄妹2人的苦衷。母亲的生活来源全部依靠2个子女，自己生完孩子没多久，手头也并不宽裕，但还是给了吴丽10万元的生活费。可母亲生性大手大脚，4、5千元的衣服买起来毫不手软，要知道连自己买件200块钱的衣服都要精打细算很久啊。眼看母女俩描述的差异越来越大，王文文干脆拿出了手机，直接找到了自己向母亲转账的凭证。账单上清楚地显示，王文文在2021年8月17日给吴丽转账了99050元钱，而吴丽卡中还有1万多元钱，也就是说，吴丽在8月份的时候，仅这张银行卡中就有11万元多。如果吴丽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艰苦朴素，这10万元又去了哪里呢？要知道，王文文收入并不算高，也只是普通家庭，在生完孩子后，小2口经济压力更大，因此转给母亲的10万元对她来说并非小数目了。可母亲却翻脸不认，还跑来指责她不赡养，这让她怎能接受呢？可就算王文文拿出了铁证，吴丽却依旧否认。她先是说这张银行卡是女儿的，因此钱没有到自己手中，被反驳后又表示钱花完了。但当问起钱是怎么花完的时候，伶牙俐齿的吴丽却没有回答。眼看王文文情绪越发激动，吴丽表示不想再追究这10万元的去处，只希望女儿能在自己这次上门时一次性结清赡养费用。看着母亲2手一摊，一心要钱的样子，王文文显得十分无奈，一再解释自己和哥哥并没有不赡养母亲的打算。母亲没有工作，生活全部依仗着家里人，兄妹俩参加工作后也加入了补贴母亲的队伍。可就算兄妹俩再有钱，也禁不住母亲这样疯狂的消费。在这里能看出王文文与哥哥王国建的感情不错，因为听到了母亲向记者抱怨哥哥后，他也特别说明了哥哥王国建1年给母亲2万元生活费，母亲所居住的房屋的租金、水电费、煤气费等开支都是哥哥一人负责。也就是说，王国建给母亲每年2万元的钱，只是用来买衣服、吃饭的支出，其他的固定支出都由王国建买单了。同为子女，王文文明白哥哥的不易，看似是光鲜亮丽的大老板，但这2年哥哥的生意也不太好，去年还负债几10万。即便如此，哥哥也从未说过拒绝赡养母亲的话。他们兄妹俩对待母亲实在是已经尽全力了。眼看吴丽口中依旧在抱怨着兄妹2人，记者将哥哥王国建也带到了吴丽面前，也希望母子2人能冰释前嫌。
可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儿子，吴丽却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看他，只一味跟记者强调要王国建、王文文付清18年的抚养费用，共计100万元。看着母亲煞有介事地计算抚养自己花费了几十万，一旁的王国建甚至苦笑出了声。不难看出，他对于母亲的种种指责和抱怨已然免疫了。吴丽对于100万的执着也让记者摸不着头脑，不理解子女孝顺、生活无忧的吴丽为何非要拿到这100万呢？为了能说服儿子拿出100万买断亲情，吴丽主动解释了当初10万元的去向。自己去年看病花费了17000多元，购买社保花了3万多元，还清欠姐姐的3万元钱，今年又花了3000多购买社保，还因为王国建殴打自己和弟弟，花了3000多去看病。可面对吴丽的解释，王文文却很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质疑：借姨妈的3万元钱为什么没有流水证明？吴丽不愿过多解释，又再次指责起了儿子曾经让自己帮忙照看孙子，如今自己年纪大了就抛弃自己的行为。王国建听到母亲的指责有些无奈，只轻轻地解释道：因为母亲就是一个性格很强势的人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她总想着压倒对方，总希望自己是赢家，而这样的性格对孩子的性格养成并不好，因此她才拒绝了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们。至于母亲说的不关心的问题，王国建也表示自己不仅愿意负担母亲的房租等费用，母亲的1日3餐他也愿意负责。可吴丽却直接表示反对，认为他住的地方离这里太远了，他不愿意折腾。尽管王国建承诺自己可以每天接送母亲吃饭，也被吴丽拒绝了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让儿子答应给自己100万，买断亲缘关系。眼看着王国建提出的想法被吴丽一个个提出反对，场面一时陷入了僵局。看着分毫不让的母亲，王国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他向记者说起了去年发生的一件事。去年年底，吴丽曾拿着牌子到王国建的店面门口前，不仅白纸黑字指责他不赡养老人，还跑到店里破口大骂，不仅诅咒他活不过30几岁，还说自己就等着王国建哪天死。同时，吴丽用非常恶毒的语言描述了王国建的怎么死了，还带了一盆尿，想要泼到王国建身上，羞辱他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觉得儿子没有尽到赡养义务。但吴丽的行为除了彻底寒了儿子的心之外，毫无作用。店里的员工们早就知道老板对吴丽有多么尽心尽力，吴丽的所作所为不仅没能搅黄王国建的生意，反而让众人更加怜悯王国建而已。为了能彻底搞臭儿子的名声，吴丽在他店面所在的市场里转了好几天，逢人便辱骂王国建不孝顺，让他彻底成了市场的红人。这场闹剧直到父亲王黎出面与吴丽大吵一架才算谢幕。而说起与父亲、母亲的关系，一向沉稳的王国建也哽咽了起来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家里从来就没有过安宁的日子，父母总是在吵架，而自己和年幼的妹妹就是母亲的出气筒，自己弄丢了一把破旧的锅铲，就被母亲狠狠责骂了好几天。成绩好的妹妹高考失利，更被吴丽骂没出息，以后只能做不正当职业。直到现在提起这件事，王文文还是满脸泪水，母亲的羞辱也让他很多年都难以走出阴霾，直到自学心理学后，才逐渐认可自己，相信自己。母亲的压迫让兄妹俩自懂事起，每天想的就是如何逃离这个让人恐惧的家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，在发现母亲想要将强势的性格带到自己的小家时，王国建迅速拒绝了母亲照顾孩子的请求。即便明白母亲性格上的难以相处，王国建还是想要好好对待母亲。有一次，吴丽说想要一件皮草，他和妻子便带着母亲去试穿，因为母亲身形矮小，穿皮草并不好看，于是便给母亲买了一件2000多块钱的皮衣。可就是这件皮衣惹了大祸。吴丽在之后的日子里总是不停地试探，想要从王国建口中找到他认为的真相。皮衣只有300-400，是个不值钱的东西。直到有一天皮衣开裂，吴丽拿去修补，得知修补一条裂缝就要800多块钱，这才相信了儿子的话。显然，就像吴丽的丈夫所说那样，吴丽觉得儿子的生意很赚钱，因此在衣食住行上都有了更高的要求，经常点名要求吃某某面包、牛奶，穿某个名牌。吴丽的高要求和强势的态度，让她与丈夫、儿女们都难以和睦相处。而一旦发生争执，吴丽就会带着娘家人过来殴打王黎。因为吴丽嫁过来的时候带了几百元的嫁妆，这笔钱缓解了王家的债务，因此王黎自知低人一头，也不愿意和妻子过多争执。时间久了，王黎也就不愿意再多管吴丽的事情了。失控的母亲，沉默的父亲，委屈的儿女，这个家也逐渐四分五裂。尽管对母亲早已失望，但王国建还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。他愿意翻新老家的房子，
送父母回老家养老，自己和妹妹会定期回去看望他们，也会按时给赡养费用。之所以送母亲回老家，也是因为他担心母亲拿到赡养费后，还会像之前一样上门大闹，搅得所有人都不得安宁。但吴丽又一次拒绝了儿子的建议，自己绝不可能回老家。在他看来，只有2种解决方式，要么每月给自己2000元的赡养费，要么给自己买一套装修家具齐全的商品房，买断感情。而他的要求，对于想和母亲保持距离的儿女来说，同样无法接受。原本吴丽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，包容的丈夫，优秀又孝顺的儿女，可为何一副好牌打得稀烂？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答案吧。